上期说到，深海巨爪撕裂蛟龙号49被困1000米冰海。就在我们以为要完蛋的时候，莫西博士灵机一动，用声呐信号迷惑了怪物。可就在我们以为安全的时候，美军的反潜导弹突然来袭，把怪物被炸得血肉模糊。这片海域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接下来请继续聆听。我们才刚刚知道了一点点关于那个怪物的真相，还来不及搞明白这只怪物到底是怎么会出现在这世上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人杀死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只白色怪物被炸死的消息很快就在雪龙号上传了开来。得知了这个消息的船员们几乎都和我一样，升起了深深的挫败感。而在这些人之中，从昏迷中苏醒了的莫西博士对此事的反应最为强烈。为了这只怪物，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如同自己孩子一般的海底潜水机，到头来却是完全的一场空。或许是因为对这个结果而感到失望，又或许是因为对失去了海底潜水机而感到非常愤怒。总之，在我们之后返回祖国的这一段旅途上，莫西再次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而且这一次他甚至连房间门都不再踏出一步，仅仅在我们每天给他送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一眼，确认他并没有什么大碍。就这样，一直到雪龙号离开了北冰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领海，眼看还有几天的功夫就能返回东海市的时候，莫西突然从自己的房间中冲了出来，时隔近1个月的时间再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在莫西出来的时候，我和高亮正与王京忠在雪龙号的驾驶舱上吞云吐雾的聊天。看到突然出现的莫西，高亮的嘴惊讶的几乎都合不拢了，连嘴里的香烟掉在了地上都没注意到。莫博士，你怎么出来了？你们2个跟我来。久违的莫西仿佛重新回到了刚出发时的样子，只扔下了一句话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和高亮互相对视了一眼，谁都不知道莫西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连忙也追了上去。莫西直接领着我们进了他的宿舍，1个多月没进来过，里面已经是乱得如同垃圾堆一样。若是仔细去闻闻，隐隐约约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高亮一进屋子便捂住了鼻子道：“哎呦我去，莫博士，你这里是多久没有打扫过了？”莫西没有理睬他，径直走回了自己的电脑前，随后打开屏幕调出了一张图片，伸手指着示意我们来看。我们2个人四处躲闪着地上那些不明身份的垃圾，一步步蹭了过去，随后将脑袋伸到屏幕前一看，咦，这图片好像在哪儿见过呀？我想了想，才忽然记起来，这不是当初莫西给雪龙号船底的手印做的3D 复原图吗？当时我们都还不能肯定这个手印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但现在谜题早就已经揭开，能制造出这个手印的只可能是我们在海底见到的那个白色怪物。莫西专程从近1个月的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出来，特意叫我们过来，竟然只是为了让我们看这个东西。我转头看向莫西，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他又按了一下鼠标，刚才那张手印图一下子切换成了另一张图片。从图片上看，这张图片应该也是之前那张手印图的一部分，只不过比起之前那张放大了不少，而且角度也集中在了手印的中央位置，在那里有一行模糊的花纹。这个花纹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发现的怪物手上的烙印。就在这时候，莫西开口道：“这个烙印的含义我已经明白了，它其实是一行文字。”高亮像是不十分相信，问他：“真的？我怎么看不出来它是文字呢？”“因为你看的方法不对。”莫西冷冷地说：“要想理解这烙印写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我们因为最初的思路有问题，所以没想到罢了。”莫西对我们解释说，在返航的这段时间里，他原来一直在试图解读出怪物手上烙印的含义。
对于这次任务的失败，他显然还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就此放弃，便想要通过破解怪物身上的烙印来解开怪物的起源之谜。而他在这近1个月的时间里的研究成果，便是成功辨认出了这个怪物手上的烙印其实是一种文字，只不过这种文字因为某一个原因，导致了他整整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才辨认出来。我在辨别这个烙印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竟然没有考虑到怪物体型上的变化。体型上的变化？我脱口叫了一声。莫西点点头，解释道：世上的生物从出生到成年都会有一个体型上的生长过程，就算是那个怪物也应该如此。我起初没有立刻辨别出这个烙印的含义，就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烙印很可能是怪物刚出生的时候被人弄上去的，而随着怪物体型上的变化，它身上的烙印图案自然也随着身体的膨胀而在不断变化。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烙印的真正面目，就必须把怪物体型上的变化因素也考虑进去。就像这样，莫西轻轻按了一下键盘，紧接着电脑上的烙印图案便开始逐渐变化了起来。在我们面前，这一行烙印先是逐渐缩小，随后又开始向着内侧不断靠拢。当烙印的变化最后停止的时候，烙印的图案最终变成了一行看起来有些怪模怪样的文字图案。很明显，这并不是中文，而对于外语，我完全是一窍不通，因此我并没有立刻认出这到底是哪国的文字。但高亮却一下子道出了文字的真相。这是日语吗？没错，莫西开口道，这段日语读作宁恩，在日语中就是人类的意思。等等，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有些困惑道，一个出没在北极海的怪物，为什么身上会有日语刻下的烙印呢？而且这个烙印的含义又怎么会是人类呢？那个怪物究竟哪里像人了？我的话音刚落，高亮便对我说，子娇，莫西博士肯定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呢，你先听他解释，别抢着说话。莫西点了点头说，虽然事实的真相已经无法证实，但如果仅仅要我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确实不难。他看向了我，继续说，我记得49你说过，烙印一般是农村里给牲口烫的一种标志，用来告诉别人这个牲口的主人是谁。而同理推断，既然在这个怪物身上发现了日本人留下的烙印，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在日本的科学界，一直以来就有一个鲸鱼研究项目，表面上它是专门用来研究鲸鱼习性的科研项目，但实际上，根据749局的资料，这个所谓的鲸鱼研究项目的背后，有基金会出资赞助的迹象。这一点我已经连上局里的数据库核实过了。我张大了嘴，转头望向一旁的高亮，想要向他求证一下，结果话还没出口，就见高亮点了下头，面色凝重地说道，没错，这个情报我也见过。一直以来，基金会都在赞助日本人的鲸鱼研究项目，为此还替他们挡下了好几次环境保护组织对日本政府的抗议。过去我们一直不明白基金会为什么要赞助日本的一个动物研究项目，但我想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其实是在对日本人的人造生命体研究计划进行赞助，而我们遇到的那个怪物恐怕就是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莫西解释道，从那个有人类含义的烙印来看，这个怪物恐怕是日本人以人类和鲸鱼为蓝本而合成出的人造生命体，而他们研究这个怪物的目的，想来不是为了作为生物武器，就是为了制造出一种专门用于海底探索的工具。海底探索的工具？基金会连驱逐舰都有了，难道会没有潜水艇吗？我不由得说出了心中的疑惑。高亮在一旁对我说，他们当然有潜水艇啊，可是49你想想，如果我们这次来北极执行任务，身边有像那个怪物一样的帮手，会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任务岂不是轻松愉快啊？我话刚说出口就明白了，
基金会会出资让日本人来研究海里的人造生命体，可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和陆地上相比，在调查海洋里发生的神秘事件时，就算是基金会那样庞大的组织，也一定会受到设备上的种种限制。而一旦拥有了类似白色怪物这样的助力，那日后对基金会来说，海洋将不再成为他们进行收容物回收的阻碍。只不过既然那怪物可能是基金会出资研究出来的人造生命体，为什么他们又要派出自己的驱逐舰来杀死它呢？或许是因为那个怪物不愿意服从他们吧。莫西突然说道，这样子的一个怪物，基金会没理由会把它放到北冰洋上，所以我想他应该是自己从实验设施里逃了出来，随后又为了寻找自己的同类而出现在了这里。而对于基金会来说，一个不能控制的怪物自然不会继续让它存活下去，更别说在发现怪物的时候，我们也在现场。为了抹除怪物存在过的证据，他们自然必须把那怪物彻底杀死。莫西所做出的解释虽然只是他个人的猜测，但无论是我还是高亮，都对他所说的深信不疑。而他这次的解释也算是为我们在这次的北极之行结束之前解决了最后一个谜团。在这次谈话结束之后的第3天，雪龙号终于返回了东海港。在雪龙号入港之后，一大群749局回收处的行动人员便上了船，给船上除了我们3个人之外的所有人进行了记忆消除。船上所有与这次行动有关的记录也被他们全部带走。跟着这些回收处的人，莫西也走了。临走之前，他并没有和我们告别，而是与当初参加这一次任务一样，又悄无声息地带着他的东西走了。说起来，他就这样走了，实在是让我感到有些遗憾。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算久，但这一次的任务里，我和莫西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过一次，就这样分别了，实在是有些可惜。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莫西这样匆匆的离去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一次因为美国人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让他的海底潜水机石沉大海。虽然那些美国人并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但莫西依然记恨上了。而莫西对于美国人的报复方式，便是加入了海军的新式驱逐舰的研发工作。听说日后被美国人严重抗议，号称是山寨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2种国产驱逐舰的研发工作里，就有莫西的身影出现。到了这里，我这次加入749局之后的第一次海外之旅也算是告一段落。在我加入749局之后所遭遇的种种事件之中，这次的经历应该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件事之一，尤其是为了那个追寻同类而在北冰洋中不断徘徊的怪物身影，就算是今天想起来依然让我唏嘘不已。而更加让我唏嘘不已的是，那个怪物的结局其实并不是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在基金会的攻击下死在了北冰洋之中，而是从基金会的导弹袭击下成功逃了出来。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差不多事件发生之后的2年里，国际网络上便开始突然流传出了在南极发现不明生物的传闻，而这个不明生物最后甚至被谷歌的卫星给拍摄到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谷歌地图查看南纬27度36分 14.48秒，东经15度29分 19.77秒这个坐标，那个在地图上依稀可见的模糊身影，我可以100%的肯定，正是那次北冰洋之行中我所见到的那种白色怪物。只不过我无法肯定，在网上流传的这张照片上的究竟是从火炮之中逃走的怪物呢，还是那个怪物一直在冰凉的海水中一直苦苦寻找的同伴。回到749局之后，我和高亮2个人受到了王军他们的热烈欢迎。虽然在749局里工作永远会有遇不完的新鲜事情，但是离开国境前往遥远的北极执行任务这种事情，就算是身为调查处处长的王军
都很少有机会能体验到。因此，在我和高亮回来之后，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其他科室甚至是其他部门的人找上门，向我们打听北极之行的故事。对这些人的好奇心，高亮起初还能颇有兴致地把我们的经历当成故事说给他们听。可时间久了，就算是他也觉得不对劲起来，因为上门来听故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更为可恶的是，这些家伙还好像是约定好似的，每一次都是一个个分批过来，害得我们往往10分钟前才讲了一遍北极之旅，上了一个厕所回来之后，办公室里就又有新的听众找上门了。说故事说的口干舌燥的高亮愤怒之下，索性闭门谢客，拒不见人。他一个前任的处长，现在是科长，摆起谱来，自然没有人请得动他，但却苦了还只是一个小小科员的我，谁来找我都不好意思推脱。好在就在这时候，王军对那些家伙们的好奇心也总算是看不过去了。他直接下达了一纸命令，让我在某一天专门对局里的全体成员开了一次报告会，但凡是对我们这次北极之旅有兴趣的人，就在报告会上听个够，除此以外的时间就禁止再找我们听故事。在那天之后，我在局里的日子才算是真正重新回到了正轨。当然，我所谓的正轨，也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上上网，打会儿游戏，吃些水果，写一些报告，然后就是和林千怡他们打打拳，健健身。这样的生活虽然有些悠闲的过头，但对于在北极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我来说呢，却是再幸福不过的日子了。说到局里的悠闲生活，就不能不提到林千怡。还记得上次唐三藏事件之后，我对首长提的那个要求吗？这一次我离开东海去往北极的时候，林千怡也正好趁此机会休了一个长假，去749局的秘密基地和他的妹妹见了一面。林千怡去那里原本是想要告诉他妹妹有关老爹的事情，但是在那里他却意外地得知了上面有计划让林千然开始接受749局的训练，准备把他培养成局里的工作人员，并且还给他自由的消息。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林千怡的心情自然是一下子好转了不少。在我回来的这几天里，他的脸上几乎是天天带着笑容，见谁都是笑脸迎人，甚至就连面对张默时也是如此。林千怡的这种转变让张默心里不免有了一些遐想。听三胖说，在我不在局里的时候，他甚至再一次对林千怡提出了交往的请求。而让我有些不爽的是，对于他的请求，这一次林千怡虽然也是拒绝了，但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坚决，而只是告诉他，在他妹妹真正恢复自由之前，他不会去考虑男女之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差点忍不住就想要告诉林千怡，上级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我和首长的谈话。不过好在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让嫉妒之心冲昏了头脑。我和首长的谈话内容，毫无疑问绝对属于局里的机密范畴，没有上级的许可，我是不能和任何人透露的。尽管如此，但三胖给我带来的消息还是让我隐隐感到了一丝危机。一直以来，林姐都把我当成了是她的弟弟，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我以后和她岂不是没有可能了？但急归急，对于男女之事，我却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想找三胖商量一下的时候，结果他却反倒是拉着我，让我陪他周末出去一次。我问他去干嘛，三胖竟然告诉我说，他的家里人来电话，要他周末去相亲。我有些意外啊，相亲？你去啊？对啊，怎么了？难道我就不能去相亲吗？三胖说这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已经捏紧了拳头，便连忙摇头道：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说呀，你才多大年纪啊，就要去相亲呢？13了啊，有什么问题吗？三胖一脸莫名其妙的，你难道不觉得现在去相亲太早了吗？三胖一脸无奈的耸耸肩道：没办法呀，
爸妈催得紧，我也不想啊，但只能去应付下来。但你家里人知道你的工作吗？公安部下属的事业保密单位啊，局里面的人对家里人说起工作都是用这个名义的。我哦了一声，这件事情我倒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大概因为大家都清楚我是孤身一人，所以呢也没人和我提起这件事。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忍不住有些失落。我甩了甩头，把心中的不悦抛之脑后，随即又想到一件事情，在我找三胖求教男女之事前，我为什么不先亲眼看看三胖的本事呢？要是他在如何应付女人的事情上有真本事，那我再请教他也不算迟啊。想到这儿，我立刻一口答应了三胖的邀请，在这周的周末，以三胖朋友的身份和他一同赴了那个约会。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相亲这种活动，虽然只是一个陪客，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极其特别的经历。然而，单纯以相亲的质量来说，这一次相亲的经历却是糟糕透了。整个的相亲过程仿佛就是一场求职的面试会，对方反反复复问三胖的每一个问题都紧紧围绕着3个字：房子、车子、票子。而反观三胖这边也一样表现不堪。他原本是和我说准备请女孩子去上档次一点的地方吃饭，可到了地儿见到人家第一眼之后便嫌弃对方长得太难看，把吃饭的地方换成了开封菜，也就是 KFC。 这样子的相亲会，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呢。回局里的路上，我实在是忍不住，便问三胖，他以前到底有没有和女孩子谈过恋爱的经历。结果三胖竟然回我道，当然有了，我以前的女朋友起码超过了2位数好吗？我张大了嘴，惊讶道：2位数？就你？三胖，你啊，别开玩笑了好吗？你有本事啊，随便说一个来听听。嘿，你还别不信啊。三胖瞪着眼，随后便把他女朋友的名字一个个道了出来，什么藤崎诗织啊、片桐彩子啊、古河渚之类的。我听着有些不对劲，就问他怎么听起来都好像是日本人呢？结果三胖竟然告诉我，因为那些都是日本恋爱游戏里的人物。听到这儿，我原本准备想向三胖请教的念头就彻底的烟消云散了。垂头丧气的回到局里的时候，却不想遇到了正在找我们的张默和林千怡2个人。看到我们，林千怡先是上来说道：“49，你们刚才去哪儿了？”我怕林千怡误会，正支支吾吾想借口的时候，身边的三胖却直截了当的把相亲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到我也去参加了相亲，林千怡顿时对我笑着说：“相亲嘛，哎呀，说起来呀，49你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吧？是应该好好参加几次相亲了，就算谈不成，多认识些女生也好啊。”听到林千怡竟然这么说，我的情绪更加失落了起来。于是我转移话题道：“林姐，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林千怡尴尬地笑了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了张默。后者少见的对我笑道：“49啊，事情是这样的，我想邀请你去一次台湾，不知你愿不愿意？”去台湾？我眨了眨眼睛，心想张默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想到要邀请我去台湾呢？不过说起来，在听到台湾那2个字的时候，我的心脏还是不争气的跳了2下。台湾呢？听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比外国还要陌生的地方。因此要说我对张默的提议完全不感兴趣，那绝对是骗人的。不过还没等我问张默原因，三胖已经替我问道：“哎，张子然，你怎么好端端的会想起请49去台湾呢？”其实张默瞥了林千怡一眼，不知你们还记得 Z 先生吗？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事情想要找我帮忙啊，需要我亲自去台湾一次。Z 先生？你是说那个唱歌的 Z 先生？三胖有些惊讶地说。经他这么一惊一乍，我也想起来了，张默所说的那个 Z 先生，应该就是我们上次去香港找张默的时候，在那里开演唱会的那个 Z 先生。虽然距离那次香港之行
不过才过去了短短1年的时间，但这位 Z 先生如今在国内的人气却已经比起1年之前还要火爆。就算是对流行音乐完全不感兴趣的三胖，也免不了听说过他的名字。这时候张默继续说，你们也应该知道，在回来之前我曾经去过宝岛1次，那时候的我受了 Z 先生很多照顾，因此这次他既然有求于我，我实在是不好拒绝啊。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奇怪地问。张默顿了一下，回答道，49，你不知道啊，台湾那边如今被基金会渗透的厉害，虽然基金会的人还没有在那里建立分部，但却已经部署了不少的情报人员呢。因此对我们749局来说，那里已经可以算是敌境了。依照局里的规定，我们调查处的人在进入这种有危险性的地方时，除了要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做好最坏的准备之外，还必须有2人以上同行。我原本打算让千怡和我一块去的，可是张默说到这儿便闭上了嘴，脸上露出苦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不用他把后面的话说完，我也已经明白了。原来张默真正想要邀请和他一块去台湾的其实是林千怡，但是对于他的邀请，林千怡却很可能直接拒绝，亦或是提出了让我一块去的要求。于是张默才会转而跑过来对我发出邀请，希望能够以此来让林千怡答应这次台湾之行的邀约。真是用心良苦啊！我不由得在心里发出如此的感叹。随后看向林千怡，问她，林姐，你这边是怎么想的？林千怡直截了当，一点也没有顾忌地回答我，49，如果你也去的话，我就和你们一起去台湾。如果49你不去的话，那只能让张默找别人陪他了。我又问，可去台湾这件事，高科长他会同意吗？张默站出来回答我，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已经和高科长谈过，并得到许可了。而且严格来说呢，我们这次去台湾其实很有可能会遇上神秘事件，因此严格来说，我们也算是因公出行。我有些没听明白，便问他这话怎么说。结果张默告诉我，原来这一次 Z 先生会找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张默的真实身份。我们都知道，张默在身为749局的调查员的同时，还是龙虎山道门的正统继承人。在不久之前，他因故离开了大陆，前往台湾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身份，才得以快速融入台湾社会。台湾那边虽然比大陆发达，但是岛上的民众却远比大陆更要相信鬼神之说。因此当初为了能够快速进入音乐圈，张默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道士的身份。而身为张默在音乐圈里的好友之一， Z 先生自然也对张默这一层身份非常清楚。根据张默所说，昨天晚上 Z 先生在电话里请求张默去台湾帮忙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直接在电话里明说，却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次找张默过去，很有可能是想要他利用道士方面的知识来解决一些难题。根据 Z 先生的说法，这次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他的一个朋友身上。在找张默帮忙之前，他已经请了不少道士来帮忙了，但却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因此迫不得已之下，他才想到了张默这个已经离开了台湾的朋友。论起鬼神之事啊，台湾那边虽然有不少的骗子道士，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也有那么1、2个。既然他们都失败了，那我想这次的事情说不定就是归我们749局管辖的神秘事件。张默最后如此说道。而很显然，高亮也同意了他的说法，所以才会对张默前往台湾的申请开了绿灯。说完了这些之后，他再度对我伸出手，邀请道，怎么样啊，49，你愿意和我们一块去台湾吗？解决完了那里的事情之后呢，我们3个还可以在台湾好好游玩一下。正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一只胖手却忽然替我抓住了张默伸出来的手，使劲地摇了摇之后，那胖手的主人才说，张真人，你刚才的话说错了啊，应该是我们4个人才对。那胖手的主人正是方才还站在我身后的三胖。看到他凭空插了进来，张默明显愣了一下，随后指着我对三胖说，朱顶天，我要请的人是049。没错啊，三胖打断他说，我去哪里，49就会去哪里，但如果我不能去台湾，49他也不会去。三胖，
我刚要问三胖为什么这么说，却见他突然转过头，随后压低着声音在我耳边说：“49哎，要想我不拆穿你对千一姐的想法，就老老实实听我的。”我顿时心里猛地一惊，瞪大着眼睛看着面前的这个死胖子。你是怎么知道的？三胖对我坏笑了一下，也不直接回答，而是直接搂住了我的脖子，一边看着张默，一边问我道：“49，你告诉张真人，我刚才说的有错吗？”我感到后背开始有些湿润，头上的冷汗也不由自主地从额头滴落。我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露出了破绽，竟然会让这个死胖子看出了心思。无奈之下，我只能点头说：“三胖说的没错，要么他也和我们一块儿去，要不张默你就再找别人吧。”张默咬牙切齿地看了三胖一眼，最后在脸上挤出开心的笑容，对我们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起去台湾吧，人多更热闹一些，是不是啊，建议？”就这样，在三胖的半路插手之下，原本3个人的台湾之行一下子就变成了4个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便一直忙于做着前往台湾的准备。虽然我们嘴里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真的要去台湾一次，却着实比我去北极都要麻烦。比如说，为了掩饰我们的身份，不让基金会的人洞察到我们的去向，我们必须先去一次东南亚，然后从那里再转道前往台湾。再比如说，我们去台湾的身份，张默因为已经在台湾待了1年多，因此自然不用为此操心了。然而我和三胖还有林千怡3个人却不能不多费些心思，毕竟去台湾的时候，局里为我们准备的证件和身份几乎全都不能用。最后我们3个人的身份问题还是张默想到了解决办法。他先是利用自己龙虎山继承人的身份，找了香港的道教联合会，给我们3个弄了个联合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后又让情报处的人给我们3个伪造了香港的身份证。就这样，我和林千怡还有三胖3个人便摇身一变成为了正儿八经的香港人。而我们这次去台湾的目的，便是和张默这个龙虎山传人一起进行香港和台湾2地的道家学术交流。除了身上的准备工作之外，为了这次台湾之行，我们在肉体上也做了特殊的准备。不过别想歪了，我所谓的肉体准备，其实是指一次特殊的牙科手术。在出发前往台湾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牙齿上都被挖出了一个小洞，一份经过特殊工艺制作出来的含有高浓度记忆清除喷雾成分的药丸将会被藏在这个小洞里。一旦我们发生了意外，比如说遭到敌对组织的劫持时，就必须吃下这粒药丸。和单纯用记忆清除喷雾不同，这颗药丸的记忆清除效果更加猛烈，而且具有破坏性。只要我们吃下它，就会被清除掉整整10年的记忆。而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其他人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比如说类似科普刀姆那样的能够窃取记忆的能力者，从我们身上得到与749局有关的任何信息。不要以为这样的准备似乎有些过于谨慎了。事实上，在749局曾经的历史上，就还真有调查员在国外遭到敌对组织绑架的事情发生过。因此，我们所做的准备也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差不多经过整整1周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航班，随后在香港转机前往了台北。临走之前，高亮还给我们每人配备了一台卫星电话，说是出门在外，有什么事情就立刻用电话联系局里。749局永远是我们在外面的坚强后盾。高亮的举动让我们几个感动了好一会儿啊。不过这份感动也只持续了那么一小会儿，便消退下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都想起了出发之前高亮对我们这次旅行外出执行任务时的费用问题的态度。那时候高亮坚称，因为我们这次不是正规的外出执行任务，所以这一次去台湾的开销他坚决不给我们报销，只能由我们自费。但对我们来说，这笔钱我们自然不可能出。两边僵持到最后，还是张默出了声，决定替我们买单。为了得到和林千怡一起去旅行的机会，
张默也是大方，不但替我们订好了酒店和机票之外，还在出发前塞给了我和三胖各自3万台币，说是给我们到了台湾之后自己外出时的开销费用。这笔钱在三胖的讨价还价之后，又上涨到了5万新台币，差不多1万多人民币的样子。不但如此，在临上飞机之前，三胖竟然又用与林千怡相邻的座位为诱饵，又从张默那儿要到了5万新台币。以前我就知道张默有钱，毕竟这家伙除了调查员的身份之外，还是龙虎山的掌门人。可我实在是没想到，这家伙会有钱到这种地步。用后来流行的话来说呢，简直就是一个高富帅了。这让我有些开始担忧起自己和张默在追求林千怡这场较量中的结果了。从东海到香港，连同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间，整整6、7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宝岛台湾的台北桃园机场。作为曾经在这里生活了1年多的人，张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导游的责任。下了飞机之后，由他带着我们过了海关，离开了机场。就在我们刚刚走出机场，准备找辆计程车去市区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短袖 T 恤的大汉拦住了我们，开口就是一句闽南语问了过来。我们4个人之中，只有张默懂闽南语，他现在又算是我们的半个导游，自然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去交涉。他们2个人用闽南语叽里哗啦地说了有一会儿，我们3个人在一旁却完全听不懂。我看着那大汉满身的肌肉，更是在心里想到，莫非这个男人是基金会的人？我们不会这么倒霉吧？刚来台湾就被基金会盯上了？我正这么想着，却见到他们好像已经聊完了。那个 T 恤大汉直接扭头就朝着机场外走去，而张默则回过头对我打了手势，示意我们跟上。一行人穿过机场，来到外面的马路边上，看到那大汉直接就钻入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商务车里，车窗黑漆漆的，看不见车底的动静，也不知道里面坐的是谁。不过张默却好像认得这辆车似的，在看到大汉钻进车里之后，他便回头道：“走吧，这车是我朋友的，一会儿给你们介绍下。”说着他就拉开了车门钻了进去。而在听到张默这么说之后，我也大概猜到了车里的人是谁。钻进车里之后一看，里面的那个人果然就是我们的熟人。车里除了刚才那个大汉之外，只有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 Z 先生本人。身为一个在华语圈里已经赫赫有名的大歌星， Z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极好。他先是为刚才的唐突而道歉，说是因为怕被狗仔发现，只能让他的保镖来给我们接机。随后又主动对初次见面的我们做了自我介绍。Z 先生说完之后，张默则向他介绍了我们3个。听说我们是张默为了解决 Z 先生的麻烦，特意从香港请来的道教联合会的专家之后， Z 先生的脸上明显多了几分尊敬，还说起了他的口头禅：“哎呀，不错嘛，赛维老师厉害的，这次为了我的事情把几位从香港叫来，实在是辛苦了。我已经叫人准备了一桌酒席，一会儿就给3位老师还有张默你接风。”张默摆了摆手说：“阿伦，你太客气了，接风就不用了，你就直接说正事吧。你这次叫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你电话里吞吞吐吐的，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Z 先生对张默如此心急，实在是有些意外。我却明白张默的想法，他多半是想要早点把事情解决了，好有时间和林千怡一起在台湾到处转转。Z 先生又劝了张默几句，让他不用太急。见到张默依旧坚持，只好让他的保镖先开车离开这里。随后在进入市区的路上， Z 先生才对我们说明了这次会突然找张默帮忙的原因。就如同他之前在电话里和张默透露的一样，这次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 Z 先生的一个朋友身上。 Z 先生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华侨，之前几年已经回到了台湾发展，最近他的家人年纪大了，又在海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看到女儿在台湾过得不错，便也想要在台湾买一处房子长期定居生活。
这位朋友原本是想要在台北的市区给他们找一套房子的，但谁想到他的家人却因为在国外生活惯了，不习惯居住在市区的高层建筑里面，偏要在台北郊区找一处独栋的别墅居住。而好巧不巧，他的家人所中意的那套别墅偏偏就有一些特殊的问题。照 Z 先生的描述，这套别墅是一套彻头彻尾的凶宅。凶宅？我忍不住出声道。 Z 先生看了我一眼，对我解释道：没错呀，就是凶宅哦。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我朋友因为工作的缘故，并没有和他家人一块去看房子，他也是在家人都已经把房子买下之后，才上门去看了一下那房子的情况。根据 Z 先生的说法，他朋友挑中的是一套已经有近100年历史的老别墅。那套别墅是在台湾的日据时代，来台居住的一位日本人在强占了当地原住民的土地之后出资修建的。在台湾光复之后，又先后住进过几位政府高官和富商，因此虽然年代已经有些久了，可保养的却很好，内部装饰也相当的不错。最重要的是，和其他本地别墅相比，价钱却相当便宜。但就在 Z 先生的朋友看完房子之后，却偶然从附近的居民那里得知，那套房子之所以会比周围的房子便宜了将近1半的价钱，其实是因为这房子根本就是一栋凶宅。4年之前，一对新婚夫妇搬进了这套别墅，但就在他们入住之后的1个星期，这对夫妇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他们的喉咙被人切开，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凶手的痕迹，无论是指纹还是毛发。警方在调查之后也没有找到凶器，而作为案发现场的别墅，在被人发现的时候，房门窗户也完全处于被反锁的状态，因为迟迟找不到凶手。这个案件在警方经过了半年的调查之后，最终就这样在谜团之中不了了之。老实说，听了 Z 先生的说明之后，我们几个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出他所说的内容里有什么地方能够和凶宅2个字联系起来的。三胖更是直截了当地发表了他的看法。杰先生，不瞒你说啊，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事情呢，听起来只不过是一桩很普通的谋杀案吧。如果仅仅是因为房子里发生过谋杀案就要被称作是凶宅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凶宅岂不是海了去了？ No，Z 先生冲三胖摇了摇食指道：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呢。什么意思啊？三胖问。Z 先生示意我们稍等，随后便翻到了车子的最后几排位子上，从那里费力地拿起一个皮箱，打开之后，我们发现里面塞满了一些卷宗文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报纸的影印文件。Z 先生把那些文件拿到我们面前，指着这些东西，有些骄傲地对我们说：这是我听到那位朋友的事情之后自己搜集的与那套别墅有关的情报，你们可以看看。你自己收集的？林千怡有些意外地说。不只是他，我们也是如此。不是都说大明星很忙的，可谁知道 Z 先生却竟然有空闲去做这种事情。张默在一旁笑了笑，替他解释道：哈，你们别看他平时总是爱耍酷，其实却是一个大男孩啊，尤其是喜欢那些侦探小说和动漫。Z 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后从皮箱里把资料拿了出来，对我们示意了一下，说：来，你们先看看，这可是我仔细搜集到的呀。听 Z 先生这么一说，我们立刻伸手把那些资料拿了过来，4个人围成一圈，把那些资料一起看了一遍。资料很多，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基本都是一些道听途说，比如说曾经有人在屋子里见过女人的鬼影，又或者曾经有人在屋子中听到过不明来源的惨叫声。虽然不想泼 Z 先生的冷水，但如果仅仅是依靠这些东西就能够肯定那栋别墅是凶宅的话，也未免太过儿戏了点。但当我们翻看到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时，我们却立刻明白了 Z 先生刚才话里的含义。在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中，我们至少发现了几个可疑之点。第一，根据 Z 先生的调查，事实上在4年前惨死的新婚夫妇之前，别墅里
曾经迎来过4任主人，而这4任主人之中，又竟然有3任主人死在了屋子里。本来一栋将近100年的别墅里，有主人离世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资料上却提及那3任离世的主人竟然都是死于谋杀。而且更让人心悸的是，在这3任主人遭到谋杀的时候，他们的家人也一同遭遇了不幸。第二，在别墅中发生的3起谋杀案的受害者，竟然都与4年前死去的新婚夫妇是同一个死法。这3起案子，第一起是在民国42年，1953年，受害者是一位政府官员和他的家人；第二起发生在民国49年，1960年，受害的是一位军方将领以及一家老小4口人；第3起则是在民国76年，1987年，这次的死者是一位商界富豪和他的妻子。不过和之前2起案件不同的是，这次的案件中竟然有一个幸存者，这位富豪唯一的一个孩子，因为事发时在爷爷奶奶家中而幸免遇难，为那位富豪保留了最后一点骨血。虽然这3起案子的死者身份和背景完全不相同，但他们的死法却毫无例外，都是被人割喉而死。第三，除了死法之外，这几起案子留下的线索也是惊人的一致。在案件发生后，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凶器的影子，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凶手留下的线索。除此以外，案发当时别墅的门窗也完全处于反锁的状态。凶手究竟是怎么潜入别墅？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在行凶之后又是怎么不留痕迹的离开别墅的？警方对此却是一概不知。看到我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Z先生便问道：“怎么样啊？我说的没有错吧？这别墅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几个立刻点了点头。看了这份资料之后，即使是起初不愿相信的3胖，也不得不承认Z先生朋友的猜测的确没有错。那个别墅的确很可疑，即使不是凶宅，那里面也一定有什么玄机，否则为何在这别墅里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凶杀案件？然而在点头的人之中却没有张梦。他在看了资料之后，似乎对 Z 先生朋友的判断还是有些不置可否。他指着其中一段资料问道：“阿伦，不是我怀疑你搜集的资料的真实性，但你看看你自己在这里写着，住进别墅的人之中，有1任主人不但没有出现意外，还在里面生活了20多年。如果这房子真的是凶宅的话，为什么这任主人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呢？”这个 Z 先生挠了挠脑袋，我也弄不明白啊。阿莫，你有什么想法吗？张某双手合十，握紧拳头放在嘴巴上，沉思了一会儿后摇摇头。说起来，我以前的确接触过几栋真正的凶宅。所谓的凶宅，就是某个人死后，因为对一处宅子有着特殊的情感，阴灵凝聚不散，依附到你宅子上，渐渐和宅子融为一体之后形成的。只要有人进入凶宅，就会被阴灵视为对他领地的闯入，从而施加报复。可在我的经历之中，却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进入凶宅之后半点事情都没有，甚至在凶宅平安住了10几年的情况。那个人会不会是和你一样的同道中人呢？ Z 先生问道。张默看了 Z 先生一眼，反问他：“人是你调查的，你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Z 先生有些尴尬地说：“他好像不是啊。”听他们说到这儿，我又把资料拿了过来看了一眼。张默提到的是这栋别墅的第4任主人，他是在1960年那起凶杀案之后搬进别墅的，后来一直居住到了1986年才把房子脱手卖了出去。而在 Z 先生搜集的资料上清楚地写明了，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且还是一个美国商人，只是因为来到台湾做生意才买下了这栋别墅。美国商人，看到这儿，我忽然升起了一个念头，这个美国商人会不会其实是基金会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或许他能在凶宅里平安无事住上10几年的原因就有了解释。因为和我们一样，基金会的人应该也有对付阴灵的办法。但这个念头只是停留了几秒钟之后，
就被我甩掉了。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这个美国商人真的是基金会的人的话，那他理应早就已经解决了这栋别墅的凶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别墅日后发生的2起凶杀案，其实也应该不会发生才对。难道说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这栋别墅上，而是另有原因？另一边，张默已经总结道：好吧，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啊，那栋别墅到底是不是凶宅，只有亲眼去看看才能知道。如果那里面真有阴灵的话，我一定不会错过的。对于张默的自信满满的发言，Z先生或许是以为他在指自己龙虎山的道统，但我们几个却明白，张默如此自信，依仗的其实是他那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只要使用他的能力，那栋别墅是否是凶宅，自然就能一眼看穿。做好了决定之后，张默便对 Z 先生提议，现在就动身去别墅。为了想要多和林千怡有一些旅游的时间，很显然张默是准备拼了。但对他的提议，Z 先生却直接摇头拒绝了。而他的理由也有些搞笑，原来 Z 先生为了招待我们，不但已经在饭店里订好了房间，还叫人在自己的别墅里准备好了一个派对。现在派对的布置都已经弄好了，到场的宾客也都约好了，就等着我们吃好饭后赶过去。对于 Z 先生的派对邀请，我和三胖自然兴趣浓厚，尤其是三胖这小子，在听到 Z 先生报出来的那几个已经答应参加派对的女明星的名字的时候，口水都差点滴到了裤子上。不过对于我们能否参加派对，我心里清楚，我们2个自然说了不算，张默也说了不算，真正能做决定的还是要看林千怡。不过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他的时候，林千怡看上去却并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但他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问 Z 先生这样子会不会耽误他朋友的正事。毕竟在来台北之前， Z 先生这边可是催张默催得很紧。 Z 先生能在娱乐圈混得这么风生水起，看人的眼光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经过刚才与我们的接触，他很明显也看出了张默对林千怡的特殊情感。见状，他立刻对我们解释说，其实去参加派对也是一件正事。这怎么说呀？张默有些纳闷地说。Z 先生解释说，这都还要怪他的朋友太过急躁了。在张默来台北之前，他为了查明凶宅的事情，已经找了不少台湾知名的风水大师还有道士来新房子做法事，结果不知怎么的让2位老人知道了，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那2位老人家在国外原本就是大学里的教授，虽然是中国人，但信的却是耶稣基督，对于国内的这些风水鬼怪了却嗤之以鼻，因此对于他们女儿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他随随便便带陌生人去了2位老人的新房，干涉到了他们自己的隐私。2位老人一气之下就把他叫到了国外当面质问，正主不在，我们自然也不可能进那栋别墅查看呢。不过 Z 先生向我们保证，他的朋友知道张默来了台湾之后，已经连夜坐飞机往台北赶了过来。2人约好了，他一下飞机就会赶到 Z 先生的派对上与我们碰头。听了 Z 先生的讲述，林千怡便也不再犹豫，同意了 Z 先生的邀请。而见到他也要去派对，张默自然也只能同意了。于是 Z 先生便带我们去张默订好的酒店放好行李，随后便带着我们去吃了一顿好的。作为如今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Z 先生也大方，给我们订的是台北有名的日本怀石料理店。作为曾经日本的殖民地，台北的日料比起大陆要正宗不少，这里的食物琳琅满目，材料新鲜，做法更是精致。只是一顿饭下来，却觉得分量有些少，吃的还不过瘾。看到三胖在那儿捧着大肚子，抱怨自己只吃了个5分饱， Z 先生还哈哈笑了几声，告诉他一会儿在派对上还有好吃的，到时候可以边吃边玩。不过在去别墅前， Z 先生看了一下我们身上的衣服，随后说道，那么我们先给你和你的朋友买几件衣服吧。买衣服？我和三胖互相看了对方身上的衣服一眼，不解道，为什么呀？Z 先生摸了摸鼻子，
我觉得你们的衣服和派对的风格不太符合，到时候恐怕会和大家有些格格不入。有吗？我看了看大家的衣服，张默穿着一身休闲的 T 恤，我和三胖两个则是整洁的白衬衫，林千怡则是一身她一直都喜欢穿的黑色西装，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最后还是张默给我们解释的，参加 Z 先生派对的都是些娱乐圈的人，如果我们不打扮的时尚点，恐怕别人还会以为我们是工作人员。当然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们不打扮的好看一点啊，别人可是不会理睬你们的呀，尤其是三胖你。一听到那些女明星会无视的，三胖立刻便对衣服这件事情重视了起来，嚷嚷着便扯着我们离开了饭店。不得不说，Z 先生的品味的确比我们好了许多，在他的指导下，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我们4个人已经完全改头换面，甚至都有些认不出对方来了。尤其是林千怡，她身上那套低胸的连衣裙让我和张默2个人几乎都看直了眼睛，就连 Z 先生都对她赞不绝口，问她有没有兴趣来娱乐圈工作。倒是林千怡自己对这套衣服相当的不习惯，还时不时的拉一拉胸口。看到她这副模样，我忍不住问她：“林姐，这衣服穿着不舒服吗？”“不是的。”林千怡有些脸红的，“我就是觉得有些古怪呀。四九，你觉得我这么穿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我用力的点点头。不管这次台湾之行的结果怎么样，仅仅是能看到林千怡如此的打扮，我就已经觉得不虚此行了。除了林千怡令人惊艳的打扮，之后的一切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当我们准备好一切，来到 Z 先生准备的派对现场的时候，派对早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露天派对，举办地点听说是 Z 先生最近才买下的一栋豪华别墅。在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动感的音乐已经响起，各色彩灯忽闪忽闪地跳动着，照亮了整个别墅。各路我叫不出名字却能认得出面孔的俊男美女已经在一个舞池边热舞了起来。一时间，波涛与眼神齐飞，秋波共长天一色。一入派对现场，身为主人的 Z 先生自然要招呼起客人。他与我们约定了，在那位正主来了之后就会找我们后，便让我们自己玩耍起来。因为曾经在这个圈子混过的缘故，张默也被他一起拉了过去和熟人相见。张默和 Z 先生走了之后，被留下来的我们3个则是显得局促了许多。虽说是让我们自己放松，但对于这种场合我们却是极不熟悉，只能在一边喝酒。在这期间，前来和林千怡搭讪的男人多不胜数，最后为了清静，我们只能躲到了别墅的角落。几杯酒下肚之后，三胖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看着来来往往的女明星，便对我说：“四九，机会难得呀，我们要不要去找几个女明星约会一下呀？”我看了看身旁的林千怡，本想回绝的，但谁知道林千怡却在这时候对我说：“四九，小朱他说的对呀，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你应该多去接触下那些女生才对呀，说不定啊，就能在这里遇上自己的意中人呢。”听到林千怡的话，我身体不由得一震，随后问她：“林姐，你真的这么想吗？”“对呀。”林千怡就这样看着我，在她眼中，我没有看到半点男女之情，有的只是一种姐姐关心弟弟终身大事时的那种眼神，这让我心头不由得为之一紧，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看到我不说话，三胖也不再多言了，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也不知道是想要鼓励我还是安慰我，随后便给自己猛灌了一口酒后，对我说了声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之后，便冲进了人群里，开始勾搭起那些独身一人的女明星。在三胖走了之后，这里就只剩下了我和林千怡2个人，我们之间又隔了一张桌子，2人之间既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交流。一些早就已经盯上了林千怡的男明星顿时感到了机会，不断的过来搭讪。不过就在这时候，张默走了过来，时隔1年重新回到这种场合，他看上去显得非常兴奋，在酒精的作用下，红着脸便把林千怡强行拉走了。紧接着
隔着老远，我便看到张默突然跳上了伴奏乐队所站立的舞台，从别人的手上要过了一把吉他，开始当众对林千怡放声歌唱了起来。张默的歌声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再加上他本人又长得帅气，很快就连一些女明星都围了过去，好像追星一样兴奋地随着他的歌声热舞。看到就连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女明星都有些抵挡不住张默的魅力，我心里顿时就有些不爽。而在看到林千怡默默地望着舞台上深情歌唱的张默的时候，我心里更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我忽然感觉到，比起我来说，也许张默才是最适合林千怡的人，而我自己终究只能算是林千怡的弟弟而已。这种不舒服的滋味让我觉得呼吸都开始困难了起来。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端起酒杯就离开了这里，转而在别墅周围闲逛了起来，想要忘掉刚才看到的一切。今天的夜晚又热又闷，我一边散步一边喝着酒，没一会儿就有些满头大汗了。这时候我看了看时间，觉得 Z 先生的那位朋友应该已经快到了，便准备回去找林千怡他们。不过在此之前，我打算先找找厕所冲一冲脸上的汗水。就在我沿着别墅周围的小路向着厕所走去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人影从转角处冲了出来，一头撞在我胸前，把我连人带手里的酒杯一块撞倒在地上。我捂着发闷的胸口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自己新买的衣服已经完全被红酒弄湿了，不禁有些心疼啊，忍不住就想狠狠骂一顿撞了我的那家伙。而在这时候我才发现，刚才撞到我的竟然是一个女人。我脸上顿时有些火辣辣的，心想自己怎么竟然会被一个女人给撞倒呢？尤其对方似乎还是一个身材与长相俱佳的美女啊，真是太不光彩了，果然是酒精害人呐。想到这里，我刚才的怒意已经消散了几分，而紧接着那位美女所说的话更是让我残存的一丝怒意彻底烟消云散。对不起，刚才是我没有注意，你不要紧吧？一边说着，那位美女已经比我先站了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想要拉我起来。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面前的这位美女实在是有些漂亮的不得了啊。她看起来最多20出头，身材凹凸有致，说话声也有着台湾女生特有的温柔。最重要的是，她有着一双十分迷人的蓝眼睛，显然这女人是一个混血儿。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亲眼看到混血儿。对方的水蓝色的眼睛一下子就让我几乎失神了。先生，你没事吧？在对方又询问了一次之后，我才反应了过来，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随后拍拍屁股说：没事，刚才我也没有注意到你呀。你的衣服。这位美女捂着嘴，似乎才注意到我身上的酒渍，她颇为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把你衣服弄脏了，你要不要先脱下来，我来帮你弄一下？一边说着，这位美女一边就从手包里拿出了一块手帕，似乎是想要帮我把衣服上的酒渍擦掉似的。见状，我连忙阻止了她：不用麻烦了，我去厕所自己弄下就好了。那美女眨了眨眼睛，四处看了下周围后对我说：那要不你先去厕所，我朋友是这里的主人，我找他要一件衣服给你换上。我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这时候已经被红酒渍占据了一大半，那红酒干了之后的糖分粘在衣服上，让我难受极了。于是我就不再客气，答应了他的提议。我在厕所里脱下外套，又用水擦了擦身子，差不多10几分钟之后，便听到有人在厕所门口对着里面大叫道：先生，我把衣服带来了。听那声音正是刚才和我撞在一块儿的女生。我连忙打开厕所门，想要从她手里把衣服拿过来。然而当我打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那位美女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胸口。我低头一看，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刚才已经把外衣脱了。眼下呢，我除了身上的一条牛仔裤之外，上半身就这样完全裸露在外。我脸上一红，立刻捂住了胸口2点。
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声，便把那位美女手里的 T 恤抢了过来，躲进厕所把衣服套了上去。换好衣服的时候，我的心脏还是跳得厉害。打开门正准备出去，却发现刚才那位美女竟然还站在厕所外面。她看我出来了，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红晕。不过这一抹红晕仅仅持续了几秒钟，那位美女便笑了笑，对我说：“你的肌肉线条曲线很好啊，你是模特吗？”不是，或许是因为混血儿的缘故吧。这女孩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热情，让我有些吃不消。哈哈，我猜也是，没有哪个模特会像你那么害羞啊。看到我脸上的窘促，那女孩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随后对我伸出了右手道：“我再次为刚才的事情道歉，我叫罗琳，朋友们都叫我阿林，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我叫林四九，你也可以叫我四九。”我和他握了握手，从手上传来的对方肌肤的触感再次让我忍不住心神一荡。四九，你的名字可真有意思呀，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会用数字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时我的目光正好注意到阿林的背后，张默和林千怡正朝着我们走来。四九，林千怡对我打了声招呼，不过他随即就看到了站在我身边的阿林，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阿林身上，随即又转而看向了我，眼神中带着明显是误会了的笑意。我连忙解释：“林姐，这位是阿林，我们刚才正好发生了一点事儿。”“没关系，是我们打扰了你们。”林千怡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忽然勾住了我的脖子，在我耳边低声说：“四九，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很不错呀。”“哎，林姐你……”我刚想要解释，林千怡已经松开了手，回头对阿林做了自我介绍。而让我难受的是，在她的介绍中，林千怡自称是我的姐姐，而却把张默称为了是她的朋友。互相介绍了一番之后，林千怡便对我们说：“四九，虽然不想打扰你们两个，可是刚才张默听说我们要见的那个人已经来了。”阿林听了之后，不等我开口，便也说：“不，事实上我也该走了，我的朋友还在等我。”他随即礼貌地和林千怡他们握了握手，最后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四九，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啊。”此刻虽然我的情绪有些不佳，但也礼貌地回了一句：“啊，我也是。”和他握手道别之后，我便和林千怡他们一块儿去找 Z 先生。在半路上，我们又找到了三胖，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群女明星中间谈笑风生，也不知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些女明星一个个面带桃花，有几个甚至已经和三胖勾肩搭背，举止亲昵。被我们叫出来的时候，三胖的脸上明显有些不乐意，但在林千怡的瞪视之下，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了过来。不过这家伙的兴奋劲儿明显还没有退去，走在路上的时候还不时和我吹嘘着刚才的情景，同时还感叹了一声：“四九哎，台湾真是天堂哦！”我白了他一眼，实在是有些懒得理他。三胖看我有些不对劲，才闭上了嘴巴。他随后问林千怡他们：“林姐，四九这小子是怎么了？”林千怡还没回答，张默已经开口道：“四九刚才可是看到了一个大美女呢，估计现在呀还魂不守舍吧。”“大美女？”三胖瞪大了眼睛问他：“有林姐美吗？”林千怡笑了笑说：“人家不但比我年轻，还是一个混血儿呢。”我去！三胖狠狠地拍了我一下道：“四九哎，你还是兄弟吗？啊，有美女竟然没有叫我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实在是有些忍无可忍，刚想对三胖发作，却忽然愣住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了前方不远处 Z 先生的身影，而在他的身旁竟赫然站着刚刚才与我们道别的那个罗琳小姐。等等，张默刚才不是说因为 Z 先生提到的那位朋友已经来了，所以才会把我们集合起来吗？难道说 Z 先生跟我们说的那位朋友就是眼前的罗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